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团队。检验科说在猪肉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东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残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很棒，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蛛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也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在昨天晚上的8点17分，报警平台接到了北山猪肉铺的报案。附近民警赶到的时候，报案人黄浩，也就是猪肉铺的老板，已经死亡，凶手和疑似被绑架的女性消失。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也就是残检里的死者。死者腹部有明显刀伤，深达子宫，造成子宫严重扣损，疑似有仇视女性的倾向。死者的腹部上面还有一道死后留下的伤口，长大约20公分。另外，从死亡时间上看，死者跟被绑之人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这是我们在北山山洞里找到的这节绳索。根据鉴定科的同事报告，这节绳索上面的 DNA 并不属于我们在残间里面找到的那名死者。同时，你们看这节绳索的断面很新，在旁边的石头上我们也发现了这节绳索的纤维，所以极有可能是凶手将人囚禁在了山洞里，而受害者用石头磨掉了绳索，自己逃到了朱若普去求救。但是不幸的是，被凶手发现了，所以凶手就追到了猪肉铺，杀掉了猪肉铺的老板，同时带走了受害者。综合以上我们得到这些线索，这名被掳走的女性很有可能还在凶手手里。这名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了，她叫叶莹莹，今年25岁，是一个营销公司的公关。在8月1号的时候，她的家属报过失踪。她已经失踪快1个月了。对，这段时间有接到过勒索电话吗？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其他分局的同事也去查过叶莹莹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钱财被盗或者被绑架的痕迹。其实他们也一直在调查这起失踪案，只不过是被我们先找到了尸体。跟他们打声招呼。这起案子现在由属级管辖，我们负责侦办。好，人偶有什么线索吗？人偶里的内脏已经确定是牛的淋巴、肺以及肠道，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凶手很有可能有医学相关的背景。凶手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心思缜密，追求仪式感，有一定的心理问题。那些人偶应该是他的练习作品。练习？你是说拿活人练习蜘蛛捕猎那套？这是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那个宋亮审了吗？审了，他一直说他没有杀人，只是偷东西。监控视频，我们也根据了其法医的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的技术比对，也证实了他确实没有杀人的嫌疑。没错，我们对比了现场所有的脚印，可以证实宋亮还没有离开过2楼。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从案发到现在已经10几个小时了，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受害人是否还活着。我们发现死者的时候，手脚都是被捆绑住的，凶手应该先囚禁了死者一段时间，才下的杀手。还有机会。自然界中的生物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如果凶手真的是在模仿蜘蛛杀人，那么他的囚禁行为以及犯案周期也应该有固定的模式。小心，这是我们在山洞当中找到的日历，8月1号这天做了标记，而8月1号正好是叶莹莹家属报案的时间。下一个标记的时间是在8月14号，中间正好相隔13天，正好符合我尸检之后得到的叶莹莹的死亡时间。如果圈代表绑架，叉代表杀人，那他8月17号又绑架了一个人，下一个杀人时间会是8月30号。如果你推断的没错的话，那我们剩下不到3天时间。我们不管想什么办法，必须要把他救出来。小李，你负责把案发现场周边能找到的监控视频都找出来，不管是店里的、周边公路上的，只要有经过的汽车，只要有行车记录仪的，全部想办法调出来。还有，受害者从山洞里逃出来的路上也要被拍到，找到他，必须知道他是谁。老板，你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多当晚的目击者，把能问的都问了。山洞周边的居住点也不要放过，凶手在那里囚禁人这么久，这1、2个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要问到。叶莹她平时上班状态怎么样？秋苏，你去调查调查叶莹莹公司的同事跟家人，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漏。有什么爱好吗？比较爱打扮，爱美，好像经常做医美。
资料，那边肉铺比较偏僻，附近5里之外都没有监控，天黑之后就没有车经过了，所以交警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喂，小苏，什么情况？维汉队，我现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喜欢做医美。我看之前齐法医的报告里有标出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医美？那些人殴你的内脏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是病牛的内脏，疑似是牛结合并。行，我知道了。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去一趟。陆队，你跟秦法医跟进一下。好，走，齐法医。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前几天她爸过生日，她都没回家，我们觉得奇怪呀，就到合成来看看。这10天前呢，我们还微信联系过，说要来看她，她还说好了呢。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你们到合成来，他联系过你们吗？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1个礼拜？对。生物研究学院那边现在已经排除了，附近的大学里只有这个农业大学正在做牛结合的相关研究。省里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牛结合并了，这一例可能只是个案。还有那些内脏，虽然已经被盐酸腐蚀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有手术刀处理过的痕迹。牛结合并通过空气飞沫、尘埃传染，其主要感染呼吸道，其次是消化道。1个半月前，系里确实做了有关牛结合并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样本做完实验后都无害化处理了，不可能流传到外边去。那会不会有学生偷偷带出去呢？不可能。王教授，这是组织切片，麻烦您根据组织切片帮我们确认这型的结合杆菌是不是与你们实验所用的相同。还有参与这个实验的所有人员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事儿跟学校有关？王教授，您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人养蜘蛛？你女儿怕蜘蛛吗？蜘蛛？啊，蜘蛛。小七小时候最怕蜘蛛了，家里面有个小蜘蛛，她见了以后几天都不敢回屋休息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小七失踪有关系吗？没有，没什么。行，我们问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消息通知你们。二位，请跟我去补充一下笔录。哎，这时间要得很长吗？小七的朋友还在下面等我们呢。朋友？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去小七家的时候呢，碰到了他，他非常热情的送我们过来的。
好。不用了，谢谢。你是谢瑶琪的朋友？是。琪琪爸妈报案警了吗？你怎么不陪他们进去？你叫什么呀？我叫李淑婷，是琪琪的同事。有些话，我不好在他爸妈面前说的。什么话？没告诉他们，琪琪其实是被开除的。为什么被开除？因为他兼职。兼个什么职？在医美诊所兼职。琪琪爸妈一直想让她回乡下嫁人，但是琪琪特别爱美，所以什么？她赚的钱都拿去做医美了。在医美诊所兼职也是因为员工价便宜一些。我现在运营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我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你有个名片，是这个。我也去过这个诊所。琪琪说，诊所虽然不合规，但是便宜。你们也不要过于的担心。我们肯定会尽力的去寻找，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沟通就行。好的，谢谢。叔叔阿姨，没事了吧？没事。那走。叔叔，你身体不好，我扶着你走。哎，留个电话，到时候过来做个笔录。我刚才跟您说的，能不能别告诉琪琪爸妈？我怕琪琪回来生我气。行。我先走了。走吧，我帮你拿吧。啥呀？朱兰，徐阿姨，这是合成农大王教授发过来的牛结核病的比对结果，还有参与实验的学生名单，还有照片。另外，王教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确认了，就是他们做病毒实验流出来的，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这些参与实验的学生当中。这些同学都到场了吗？哦，对了，哎，叔，小西把参与过牛结核病实验的这些学生们全弄过来，在这儿呢。安静点，同学们，好吗？请大家配合我们调查。明白。还有6个同学没到，他们是因为放假。进去问问。我叫罗洪才。罗洪才，8月26号晚上，你在哪里？我在家呀。年龄多大？19了。19岁。对。认识这些人吗？认识，同班同学嘛。你们宿舍一共几个人？4个。那天你在哪儿啊？我在家，宿舍门口有监视器，你们可以去查。我肯定没出去。谁可以证明你在家？我在家睡觉，怎么证明？家里没人吗？那你们父母都叫什么名字？平时你们女寝宿舍平时上课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人？没太注意。行，签个字。诊所怎么开在这儿啊？黑诊所还给你挂个牌啊？进去小心点。好。
二位今天休息了，改天再来吧。啊。检查。你们有什么事儿啊？不是。这就是葡萄糖给自己打的。警察同志，我。你这儿干什么呢？推拿。黑诊所。不是，绝对不是。坐。坐。你这儿干什么呢？推拿。推拿这么多东西啊？行医证呢？拿出来瞧瞧。警察同志。我这就是做点小买卖，真没干过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坏事儿，那就听我问问题。认识吗？不认识。想清楚再说话。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嗯。副队。联系上人都问过了，基本上都排除嫌疑了。还有几个人可能在外地，也可能在老家，我会继续联系的。好，我们时间不多了，尽快联系。嗯。认识，他就是在我这儿兼职当个护士。这些药就是他从医院拿过来，在我这儿卖的。这个。好像见过，但没什么印象。头抬起来，抬头。哎，是不是你杀的人？杀他？不可能啊！我怎么会杀人呢？为什么杀人？怎么杀的？您别冤枉我，我怎么可能杀人的？我这就是打点美白针，这也不可能出人命啊！那他怎么死的？我哪知道啊！我真没杀他。是这姑娘自己麻药过敏。怎么过的敏？她到我这儿来打针，然后刚上麻药，她就过敏，然后自己就抽晕过去了。哎，莹莹，莹莹，莹莹，东哥，哎，怎么了这是？是不是过敏啊？莹莹，喂，你在哪儿呢？快来，出事了，快点，再然后你就把他救起来了。没，我不会那个。哪个？说话。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我要是说了的话，你们别让我侄子当不成医生行吗？说。我有个侄子是学医的。学什么医的？农业大学兽医。不过他一来就把这姑娘给救好了。这姑娘后来她自己就走了，不信你们可以查监控看呢。她自己走出去，活得好好的。都问完了，我送你上。喂，韩队。啊，陆队。啊，你帮我查一下学校有没有学生姓廖的啊。我找一下。有一个姓廖的，叫廖云生。你侄子是叫廖云生吗？是。啊，抓到他，就是他。你们有谁问到了一个叫廖云生的学生？没有。我这也没有。廖云生。我这儿没有。没有。你侄子在哪儿呢？我也有段时间没联系他了，可能是回老家去了。
他是在学校还是在哪儿？在外面租房子了吗？这孩子平时也不怎么跟我交流，就是有事儿的时候，我找他来，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那就辛苦您跟学生们了啊！感谢你们啊！别慢着走啊，好好学习。那咱们走了，走了。好嘞，时间也不早了。再见啊！同学，等一下，有没有人跟廖云生比较熟？有认识的吗？都不熟吗？廖云生，我熟。他住哪？吴家屯。吴家屯。把人带回局里，再找人把人抄了。没问题。小心。应该就是。我去隔壁那房再看看。好，注意安全。小心，跟我走。这里的蜘蛛都没有露头虫。韩队，你看，这是叶莹莹，第一个受害者。这本身是谢瑶琪，他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这个是谁？不会还有第三个受害者吧？我叫李淑婷，是琪琪的同事。哎，留个电话。我先走了。我见过他。
种种证据都指向廖医生现在就是本案最大的嫌疑人。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他们会幻想自己是某种动物？狼化妄想症，这属于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中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但是叶莹身上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这里很暗，有机械的声音。我们分队行动，找寻可疑的地方。你见过廖医生，你觉得是他吗？我们以这家诊所为中心点，排查一下周边的路口。这一次我们不能让他跑了。